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在寸土寸金的深圳，一个折后价只要2.74万的人才房，居然无人问津，这简直是深圳楼市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啊！在野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儿。说实话，在这事儿发生之前，我打死也想不到会有这么惨。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叫玉堂上府的人才房项目，它位于深圳光明区，2023年6月拿到预售证。这次推出了870套住宅，其中388套是人才房。人才房的均价才2.74万，商品房是4.31万。看起来很便宜是不？可结果呢，简直惨不忍睹。根据深圳住建局公布的选房结果，7套2房户型，361户认购，卖出去多少？0套，选房率0%，去化率0%，弃选率100%。14套3房户型，200户认购，卖出去多少？1套，选房率0.5%，弃选率99.50%。这简直是创造了深圳楼市史上最惨烈的记录啊！你敢相信吗？在寸土寸金的深圳，6折的房子居然卖不出去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是不是位置太偏了？确实，光明区离市中心远了点。但是各位，这可是深圳啊！曾经的深圳，哪怕是郊区的房子，那也是抢破头的。现在倒好，6折都没人要。其实深圳的人才房从2022年底开始推出就不好卖。去年年底推出的6个6折人才房项目，4422套房源，去化率不到50%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深圳可是煞费苦心啊，连续3次降低申请门槛。第一次放宽了户籍要求，只要主申请人是深户就行。第二次增加了第3、第4梯队，大专学历也能申请。第3次3口之家也能申请3房了。可结果呢，还是卖不动。这说明啥？说明深圳楼市已经彻底崩盘了。为啥卖不动？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商品房价格一路暴跌，人才房优势荡然无存。第二，房价还在跌，根本看不到底在哪儿。咱们来仔细聊聊这2点。深圳的商品房价格这几年可是跌惨了，从8万多一平跌到7万多，再到现在的5万多，房价已经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。乐友家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底深圳二手房均价才 6.5 万，比2021年的最高点 8.3 万跌了 22%。到了2024年8月，均价更是跌到了 5.9 万，比去年同期跌了 15%。新房也好不到哪去。前不久，龙岗的秦城达裕府直接打5折，2022年备案价是 4.2 万，现在小户型才 2.1 万起。你说说，商品房都跌成这样了，人才房还有啥优势？而且人才房还有各种限制，10年后想要产权还得补差价。这么一算，人才房不但没优势，反而是个坑。更要命的是，商品房还在跌，根本看不到底。房价还在跌，何时是个头？大家都知道，市场不可能永远涨，也不可能永远跌。但问题是，现在谁也不知到底在哪儿。房价要跟收入、预期找平衡，可现在这个平衡点还早着呢。在野之前就说过，这轮调整周期不会短。看看数据就知道了。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才 37.79 万亿，比去年还少了 2.1%。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53.1 万亿，同比下降 1%。这说明啥？说明无论是买房的人还是开发商都在缩表，新增贷款都跑不赢还贷，提前还贷的人还不少。这就是预期和信心都没了的表现啊！即便房价跌了3年，深圳的房子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还是遥不可及。按现在的房价，不吃不喝40年才能买得起，算上吃喝，这辈子都没戏。深圳的房价早就透支了这座城市的承受力。
有人说，像北上广深这种城市，房子本来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。这话只对了一半。再牛的城市，房子的主力军也得是中产啊。富人买房如买菜不假，但最后还得中产接盘，才能形成闭环。问题是，现在房价太高，大多数人只能望房兴叹。再加上这几年的黑天鹅，很多人收入都缩水了，有钱的人也失去了信心。这才是进入调整周期的根本原因。再也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需求断档，就是高房价形成了一道天堑，让相当一部分人有需求没实力。总结起来就是：第一，大环境不确定，有钱人没信心买房投资，之前炒房赚到的正在寻求离场。第二，当下收入和就业情况不好，原本买不起房的人更买不起了。第三，有首付的人在观望，既怕追高，又怕踏空。一句话概括：富人不买，中产不敢买，普通人买不起。即便深圳供需矛盾依旧尖锐，在需求萎缩下，也挡不住调整的大趋势。所以，价格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如果大家都觉得房价还会涨，现在有6折的人才房，哪怕锁定10年，也会抢破头的。可现在呢，难卖成这样，说明大家对未来都没信心了。最新消息更是雪上加霜。媒体报道，8月份中国新房价格以9年多来最快的速度下跌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8月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5.3%， 是自2015年5月以来最快的降速。7月份才跌了 4.9%， 这一个月又加速了。按月看，新房价格已经连续14个月下跌，环比下跌 0.7%。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陷入泥潭，开发商负债累累，烂尾楼越来越多，买家信心全无。这不仅给金融体系带来压力，还危及今年 5% 的经济增长目标。路透社的一项调查预测，中国房价在2024年还要跌 8.5%，2025年还要跌 3.9%。这意味着未来2年房价还要跌 12% 左右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8个月，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 10.2%， 房屋销售同比重挫 18.0%。虽然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支持房地产，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购房成本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截至8月，北上广深房价继续下降，深圳在7月稍稍企稳后，8月又跌了，上海已经跌回2016年4月的水平。4大一线城市的平均累计跌幅已经超过 30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高点买房的人，首付已经没了。更惨的是，高位区间正好是成交量最大的区间，这些人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来弥补这个决策带来的损失。这让人想起日本。日本为什么低迷了这么久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90年前后高位接盘的人，到2020年左右才还清贷款。再也倾向于把高位入场的购房者称为受害者，而不是指责他们。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即便是买房这么大的事，也很容易从众，很容易被有毒信息误导。比如6个钱包理论创始人樊纲在房价高位时，鼓吹年轻人用家里的6个钱包做首付买房，现在房价下跌，他又说房价到底了。如今一线城市二手房均价已经跌了 30% 多，深圳跌了近 40%， 一线城市以外可能更惨。用6个钱包凑的首付已经蒸发了，樊纲能出来道个歉吗？即便房价跌了这么多，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平均也只有 1.69%， 估值还是很高。而且租金也在下降，楼市正在遭遇双杀，房价跌，租金也跌。房产的合理估值应该是30%首付30年按揭下，可以做到以租养贷。现在离这个标准还差得远呢。香港的情况更糟，
8月房价加速下降，已经跌回2015年3月的水平。最近一周，香港房价又下降了 1.46%， 创22周以来最大跌幅，而且是16周以来8个区域类型指数首次同时下跌。香港作为中国经济的窗口，当地楼市可以作为内地市场的风向标。年初，香港撤辣放松调控时，很多人都在鼓吹买房，现在全被打脸了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银行开始主动帮助打算断供的业主了。曾几何时，银行被形容为晴天送伞，雨天收伞，对待房贷更是如此。比如前几年燕郊房价腰斩，很多人选择断供，希望银行收走房子。但没那么简单，不仅房子被法拍，人还要被起诉，还要倒欠银行钱，还要上征信，影响一辈子。所以国内个人一直是刚兑，业主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断供这条路。但这几年情况变了，最明显的就是法拍房数量2023年增加了 43%， 202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 77.76%。 原因有很多，房价下跌，越来越多人资不抵债，就业情况差，很多人现金流断了，做生意赔钱，抵押的房子保不住了，这些都导致法拍房增加，很多人不想断供也没办法。随着断供越来越多，银行也害怕了，对断供者的态度也变了。最新的做法可谓是五花八门，令人啧舌。有的银行允许业主暂停还贷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想想看，如果业主暂时失去收入来源，但还有希望东山再起，银行居然会大发慈悲，让你先缓缓，等半年或1年后你有能力了再还。这种好事以前谁敢想啊？更绝的是，有些银行甚至愿意减少月供，只让你付利息。如果业主实在是山穷水尽了，银行会跟你协商，把月供降到最低，甚至就只收个利息，就是不想让你断供。这操作简直是颠覆了我们对银行的认知啊！说起来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国家要降低存量房贷利率。一石二鸟啊，既能让那些想提前还贷的人歇歇火，又能降低银行的坏账风险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但是最让在野瞠目结舌的是，有银行居然主动帮业主找工作，你敢信？网上有人爆料说自己失业了，正琢磨着要不要断供呢，结果银行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他介绍了个银行保安的工作，每月工资呢，固定一部分交给银行，剩下的有点自己过日子。这操作简直是把银行变成了职业中介啊！你们说说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冷血无情的银行吗？这简直是判若两人啊！可见这楼市有多惨，能把银行逼成这样，也是没谁了。形势比人强，可不是白说的。当然了，这么一想，这几年的金融整顿也不是白整的。银行不能光顾着赚钱了，也得讲点人情味，给老百姓和企业减负。这事儿吧，说好不好，说坏不坏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总的来说，中国楼市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即便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，6折的人才房都卖不动，可见市场有多冷。房价还在跌，租金也在跌，很多人的首付已经蒸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调整周期可能还远没有结束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无论是买房还是投资，都要格外谨慎。对于那些已经购房的人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现金流，避免断供。对于还没有买房的人，可能需要更长的耐心，等待市场企稳。但是，这个寒冬究竟何时能结束，恐怕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。中国楼市泡沫破裂，影响远超想象。各位网友，你们可能会问，房地产市场这么惨，对中国经济会有多大影响？说实话，影响之大，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
但具体有多重要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。来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吧，保准让你大吃一惊。首先，房地产相关产业占 GDP 的比重高得吓人，竟然达到了25%至30%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能想象吗？中国每年创造的财富有1/4到1/3都跟房地产有关，这哪是支柱产业啊，简直就是顶梁柱啊！再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土地出让金占比超过50%，换句话说，地方政府1半以上的钱都是靠卖地赚的，这哪是在治理城市啊，分明是在经营房地产嘛。最后看银行贷款，这数字更是惊人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超过40%，也就是说，银行放出去的钱差不多1半都跟房地产有关。银行这是在做金融业务吗？怎么看着更像是房地产的融资部门啊？现在房地产市场崩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/4到1/3在萎缩，意味着地方政府1半以上的收入在减少，意味着银行将面临巨大的坏账风险。这还只是直接影响，间接影响更是方方面面，家具、家电、建材等相关行业都会受到重创，失业率会大幅上升，消费信心会进一步下降，银行惜贷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更加困难，地方政府财政吃紧，公共服务质量下降。可以说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影响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底。说到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就不得不提日本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经历过房地产泡沫，当时东京的房价比现在的深圳还要疯狂。有人说，整个日本的地价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4倍。泡沫破裂后，日本进入了失落的30年，房价一路下跌，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泡沫时期的水平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中国不是日本，情况不一样。但是，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跟当年的日本何其相似，人口老龄化严重，产业升级困难，债务水平高企，房地产泡沫破裂。如果处理不好，中国会不会也进入一个失落的30年？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也是进退两难。一方面，房地产市场如果继续下跌，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太大，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大规模刺激楼市，又会加剧泡沫，让未来的风险更大。最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降低首付比例，降低贷款利率，放宽限购，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政策，而是信心。人们对未来房价的预期已经变了。在过去20多年里，大家都认为房价只涨不跌，但现在这个预期被打破了。没有人愿意接一个正在下跌的接力棒，更何况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，未来的住房需求会越来越少。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，靠短期政策很难解决。面对这样的形势，普通人该怎么办？首先，如果你已经有房子了，最重要的是保住现金流，避免断供。如果实在困难，可以考虑跟银行协商延期还款或者降低月供。其次，如果你还没有买房，现在最需要的是耐心，不要急于抄底，因为现在还看不到底在哪里。与其冒险买房，不如把钱放在更安全的地方，比如银行存款或者国债。第三，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，增加收入来源。在经济下行期，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工作，甚至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。第四，控制支出，增加储蓄。未来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，
多一些储蓄总是好的。第五，多元化你的投资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除了房产，还可以考虑股票、基金、黄金等其他投资渠道。最后，保持理性和冷静，不要被各种市场传言和专家意见左右。记住，在金融市场上，永远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寒冬可能会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长、更冷。各位网友，你们怎么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市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